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因为昨天更新影片的时候，顺便讲了一些更新的内容啊，所以没有特别专门去讲关于统帅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这一期影片是专门针对昨天看到的剪影统帅来做出一些猜测，比方说统帅的身份、统帅的天赋，还有他的技能。首先猜测这位统帅看起来是来自罗马的，那因为这一次有做罗马的联动，所以他们专门为了联动做出统帅的设计，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不管是他的头盔、手上的披肩，还有他的武器，其实看起来也比较符合像罗马统帅的设计。至于要猜出他的身份呢，其实我看到官方的说图，他这一次是放图拉真。我在想着说他这个联动的图片是不是跟我们新统帅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认为如果是选择罗马统帅作为这一次的联动代表呢，其实凯撒会比较合适一点。毕竟各位也知道凯撒在罗马的定位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应该要用凯撒才对吗？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这边官方所放出的图片有查理马特，还有法兰西的特色兵种，这又跟查理马特有什么关系呢？一个罗马，一个法国，根本不一样的东西啊。其实查理马特他的孙子查理曼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严格来讲也是跟查理马特有关系啦，但是不是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个图片上直接放查理曼会更好，但是他这边可能是预示着这个兵种就是步兵的关系，所以就放上查理曼也有这个可能性。可是我们的话题不要扯到那么远，我们回来讲图拉真。为什么我要特别在意图拉真这个东西呢？因为我在上个影片有说过，我怀疑新统帅的身份就是哈德良，结果仔细搜索才知道，原来哈德良就是图拉真的继任，他就是图拉真的养子。然后刚刚我旁边不是提到查理马特的事情吗？还有提到查理曼的事情，查理曼是查理马特的后代，我在想着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之后的继承者。而且跟剪影做个对比，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头盔啊、手上的卷轴，武器的话，虽然手上拿的是不一样，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腰间是有一把佩刀的。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罗马雕像手上都是拿着盾，或者是手上完全没有拿东西，或者手上拿着类似像卷轴的东西，其实是他们拿着长矛，但是长矛断掉了。而且手上拿卷轴的位置也不一样，都是在右手边，这个是拿在左手边，并且哈利德手上拿着的确实是卷轴，而不是武器。但其实我有点怀疑他手上拿着的刀会不会有可能这个是紫色统帅而不是金色统帅因为他手上拿着的刀有点像紫色 CP 手上拿着的刀金色的刀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如果他是联动所赠送的统帅，其实给紫色的统帅也算是蛮合理啦。但是我觉得比较可能是新的步兵统帅而不是联动所赠送的统帅啦。接下来我们就要猜这个新的统帅天赋了，那肯定是步兵嘛。我个人觉得这个统帅大概率应该是转盘统帅。一般来说转盘统帅中间的技能应该是通用，除非这位统帅的定位不同，比方说他是驻防、工程统帅、采集、打野统帅，这样子才有可能是别的天赋。如果他是转盘的话，大概率也只是通用而已，不会有其他的天赋。第三个天赋其实比较大可能是进攻，但是官方的影片有说到有很大可能他们这一次会出新的天赋。再根据上一代步兵刘彻还有哥哥的技能来看的话，比较大可能是重击伤害，有可能他们会专门开发一个重击的天赋。毕竟官方如果想要继续沿用重击伤害的话，其实他们是真的必须要设计多一些重击伤害的统帅。但是重击伤害统帅他们所使用的天赋依然是进攻，所以才会比较多玩家猜测新的天赋有可能是重击伤害的天赋，专门设计给步兵使用的，就好像以前防御天赋只有步兵使用而已。但是如果这位统帅的身份真的是如我猜测的那样，就是哈德良的话，那我觉得他的天赋比较大可能是防御。因为哈德良他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建造的哈德良之城，你们可以理解为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只是没有像万里长城这么庞大啦。哈德良之城的用途也是用来抵御敌人的入侵，因为上次出现了驻防统帅，所以这一次不太大可能会出现驻防统帅了，所以我猜测有可能他的天赋其中一个是有防御，或者这位统帅拥有不错的防守效果。我们先不要猜测这个统帅他到底是谁，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罗马统帅都是普遍比较硬的，就比方说图拉真还有紫色的 CP， 凯撒可以让自己受到的伤害降低，所以我觉得大概率新的罗马统帅也是走这样子的方向，也比较符合步兵的特色，就是比较硬一点，比较难打。但如果他是重击伤害统帅的话，就可以搭配刘彻或者是戈尔戈使用了，但是这样就变成关羽不能下岗，关羽必须要继续搭配 CP， 然后刘彻搭配新的统
统帅使用。现在比较多玩家是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来使用，如果我是官方的话，看到你们拿最新的统帅搭配第2代统帅我怎样赚钱哦？我当然是要出一个新的统帅，强一点的可以搭配刘彻，让你们去培养，然后替换掉亚历山大，这个在第2代的时候就已经觉醒了统帅，要你们花钱花宝石。这个是我个人猜测的阴谋论啊，实际上官方是怎样想我就不知道了。在说完了这位罗马统帅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统帅。在上一个影片中，我猜测他比较大可能是来自法国或者是英格兰那一带的统帅。我的评论区还有观众私信跟我说有可能是罗伯特我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是罗伯特，根本都不一样啊，他的头盔都不像的过后我去搜索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到真的很大可能是罗伯特。各位可以搜索到一些画像，可以看到罗伯特他手上确实是拿着斧头的，而且他手上也是拿着盾，盾中也是有狮子。可是这样也不足以证明他就是罗伯特啊，你看他的头都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什么造型来的？后来我搜索到这张图片，你们看到他头盔上是有一个小翅膀的吗？而且他的头上弯弯的那个部分呢，应该就是他的胡子，他的胡子也是长得很茂密。这是罗伯特的另外一张画像，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头上是有类似像羽毛的东西，也是跟他的剪影差不多，胡子也是长得很茂密。再结合他的武器盾盘，还有他的身份，再加上他的鞋子，不是我在上一个影片中说他的鞋子很像威廉一世的鞋子吗？因为罗伯特他是有维京血统的，刚好威廉一世也是有维京血统，也是跟威廉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造型长得差不多，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罗伯特的可能性其实还蛮大的。我看科普影片说他时常单枪匹马去打仗，也就是说他打仗非常勇猛。假设这位统帅的身份真的是罗伯特的话，我相信他应该很强。至于说到天赋的话，肯定是步兵工程。至于最后一个天赋，也有可能像官方所说的，他们开发新的天赋，或者是有可能用回原本有的天赋。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进攻天赋。至于新的集结统帅会不会克制上一代的驻防统帅，也就是艾莉诺呢？那我去搜索了一下他们的历史其实罗伯特跟艾莉诺的孙子是敌对关系，而且罗伯特他不是英格兰人，他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一直在打着英格兰，因为苏格兰一直想要独立，但是英格兰不允许。不过我看最后苏格兰是独立成功的，也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他是可以打败艾莉诺的。当然这个是根据历史的故事啦，那假设说在游戏里面的话，我就不清楚他能不能克制了。那说到艾莉诺，其实我已经拿去埃及实战测试了。讲真的，艾莉诺你不要看他的那个3维提升这么低啊，他的身板这么低，其实他防守很强啊，很硬很硬。我的盟友都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的艾莉诺可以防守这么久，为什么这么硬？假设新的集结统帅要突破艾莉诺的防守呢，我觉得他一定是要高爆发，并且艾莉诺其实有蛮多的技能都是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受到的反击伤害降低之类的。所以新的集结统帅一定要有可以无视掉他这些伤害降低的技能，或者是有办法打出更高的伤害来破解艾莉诺的防守。但是新的集结统帅不只是要处理驻防方面的问题，还要处理贝利沙流。毕竟贝利沙流的技能就是专门拿去围殴集结的，所以他必须要承受这一点。再加上现在又有什么专属铭文之类的，所以集结受到的伤害会比驻防还要更多。因为驻防你要去围殴旗帜要塞都是有上限的，甚至关卡也只能3队而已，但是集结是无上限的，几百队都可以直接跑去围殴掉集结。所以集结的承受能力必须要很强，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到官方放出来的剪影图，就是特别注明了他的盾，有可能是为了要表明他的身份啊，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位统帅或许会有护盾效果也说不定，不然就是防御方面可能会比较强。以上就是我对于这2位统帅的身份、天赋还有技能的猜测。先说明我这里所说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你们这里听完就算了。但是我觉得新的步兵应该不会太弱的，尤其是官方是针对这2个新的统帅特别去开发新的天赋，没有理由开发了新的天赋之后步兵还这么垃圾的嘛，是不是？那么究竟步兵到底能不能崛起呢？我们就只能等到7月中了吧，可能国服先推出。那如果是看到官方泄露一些技能之类的，可能要等下个星期或者是后个星期吧。至于各位对新的统帅有什么猜测或者是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